建州女真是明朝时期活跃在东北的3大女真部落之一，是清朝的建立者。关于建州女真的起源，史记记载的比较清晰，当代的诸多学者也多有专著。这原本不是什么可以争议的话题，但是一些极端的民愤为了传播清朝非中国的不良观点，造谣说满洲民族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林中百姓，不是中国的民族。那么建州女真到底属不属于中国的民族呢？关于建州女真的起源，满族有一个天女所生的传说，该传说在经过润色后被写入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。其大意是有恩古伦、正古伦、佛古伦3位仙女在布尔胡里坡沐浴，其中最小的佛古伦吞食了神阙所衔的诸果而怀孕，最终生下了一男孩，姓爱新觉罗，名布库里英雄。此人长大后乘船而下，在长白山东南一带调解了当地3个小部落的纷争，被推举为首领，最后发展成为了满洲。经过几代后，满洲发生了内乱，布库里的后裔惨遭杀害，只有一人逃走，被神阙所救。后来此人的孙子孟特木兴起，为祖先报了仇，而孟特木就是明史中记载的蒙哥帖木儿，是建州左卫的第1位指挥使。神话传说虽然是非常荒唐的，但其中同样藏着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。我们仔细端详这个传说，就会发现此传说和商朝始祖起源的传说十分相似。商朝的始祖实际上就起源于东北辽河流域。商朝始祖鸟生的传说一点也不奇怪，当时东方的部落大多以鸟为图腾，商朝就是如此。而东北各民族都有鸟生的传说，古代东北的扶余、高句丽、渤海等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。传说中的女子是在野外沐浴、吞食野果或者鸟蛋而怀孕，这实际上反映了母系氏族时代末期的婚姻习俗。这种习俗在贵州、云南保留比较久。女子在外野合而怀孕，将在本部落生育，生下的孩子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。这个孩子长大后又单独成为了一个部落，可见开始过渡到了父系始祖时代。商朝的契、仙州的后稷都是本族第1位男性始祖。关于这个神话设计的地点就是长白山。长白山是女真民族的神山，早在金朝时期就将长白山作为女真民族的发源之地，并多次祭奠。那么建州女真的始祖是否和金朝有关呢？据古籍记载，蒙哥帖木儿长弟闾须里之孙同清里曾说：“大金乃我元祖，其强末。”当然，这里可能有攀亲的嫌疑，所以我们还要参考其他的材料。朝鲜位于长白山之南，对女真的历史了解比较多，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。例如，朝鲜的陈俊、李克均认为，兀良哈乃也入宗平民，沃朵里乃大金之意也。这里的沃朵里就是建州女真一个部落。元朝时期曾在这个部落设置了沃朵里万户，而蒙哥帖木儿正好是沃朵里万户的首领。根据《龙飞玉天歌》的记载，蒙哥帖木儿姓夹温，而《历朝实录》则记载他姓佟，两者实际上一致。夹温就是金代的甲骨，转为汉姓就是佟，佟发音为佟，后来为了方便就直接写作了佟或佟，现在依然是满族的主要姓氏之一。金朝有一个大臣叫做甲骨清城，他居住在狐狸改路的黄堵。狐狸改路的首府在牡丹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处，这个地方叫伊朗，当时叫做五国城。甲骨清城有一个女儿嫁入了宫中为妃，她本人后来也拜尚书左丞，进平章政事，封瑞国公。可见甲骨一姓在金代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根据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，金代最高的姓是完颜，其次就是甲骨。金宣宗时期，西京副统陈卓因为功勋卓著，乃赐甲骨氏，不过他依然不满意，要求赐国姓。金宣宗于是照根赐完颜氏。建州女真中有一个部落是狐狸改部，《龙飞玉天歌》记载狐狸改部的姓为古论，而《历朝实录》则明确记载狐狸改路的首领阿哈初姓金，而爱新觉罗就是金的意思。金代各种文献并没有关于古伦姓氏的记载，
极有可能是国论的另一种翻译。在女真语中，国论就是国姓的意思。金朝曾经仿照汉字的书写方式，创造了一种民族文字女真文。该文字主要用于教育女真贵族，并未在全国推广使用。广大的中原地区则使用汉字。金朝灭亡后，女真文就成了死文字，很少在历史上出现了。不过根据明朝的文献记载来看，女真文在明朝依然还在局部使用，而使用者恰恰就是建州部落。明朝初期，只有建州女真的沃朵里首领懂女真文，其首领到明朝进表使用的文字就是女真文。明朝后期，建州左卫都督上古到明朝进表使用的也是女真文。不仅如此，沃朵里的首领还给朝鲜写过牒文，也是使用的女真文。明朝给建州女真写诏书，为了让女真首领看懂，也会用女真书，能够掌握女真文字，说明建州女真的祖先在金代属于贵族，而且地位较高。建州女真在金代叫做胡里改路和沃朵里，位于今天的伊朗一带。那么胡里改部又是如何成为建州女真的呢？金朝灭亡后，元朝为了笼络女真各部，就封东北的女真贵族为官，让他们继续管辖女真部落。其中沃朵里和胡里改部首领徽后和阿哈初都在元朝当了官，官职为万户。元朝规定其官皆世袭，皆不出数地方，这也就意味着元朝在东北女真部落推行的是一种饥民制度。明朝初期，朱元璋一方面派遣军队到东北击垮这里的元朝残余势力，一方面派遣官员在女真各部招抚，因此大量的女真部落都臣服于明朝，其中包括胡里改部的阿哈初和沃朵里的蒙哥帖木。1403年，明朝册封胡里改部为建州卫，首领阿哈初为指挥使。不久，明朝又册封沃朵里部为建州左卫，首领蒙哥帖木为指挥使。自从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后，建州女真就不断的南迁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，明朝气候逐渐变冷，黑龙江流域已经难以继续耕种，建州女真只能不断的南迁，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。其次，朝鲜和北元势力对女真各部形成了威胁，为了得到明朝的庇佑，建州女真只能选择南迁。第三，臣服明朝后得到了和明朝朝贡贸易的权利，为了方便朝贡，建州女真选择南迁。明朝初期，建州女真迁徙到了图们江下游的阿木河谷一带，但是到了永乐年间，朝鲜不断在图们江下游一带扩张，蒙哥帖木儿于是带领部落西迁到了挥发江上游的凤州。1423年，因为受到蒙古的骚扰，蒙哥帖木又再次东迁阿木河谷。当时明成祖先后5次亲征漠北，每次出兵，蒙哥帖木都会出兵配合，因而得到了重视。1433年，辽东女真千户杨木达悟叛乱，他掠夺开元1000人后逃窜到了阿木河一带。明成祖则命令蒙哥帖木协同明朝军队一同征伐杨木达悟。在此战中，蒙哥帖木和长子阿古战死，次子同山被俘走。沃朵里部遭到了洗劫，史称阿木河之变。此战后，沃朵里部为了生存，选择迁徙到了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，也就是现在辽宁的新宾县一带。1434年，蒙哥帖木的防察赴明京师朝贡，明朝于是册封其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。不久，董尚在其他女真部落的斡旋下被赎回。董尚要求继承部落首领的职位。明朝得知后也下令防察将官印交回朝廷，但防察不听，明朝的政令已经无法再次通行，无奈之下，明朝只能册封董尚为建州右卫的指挥使，如此建州三卫就正式形成了。建州三卫之间相互通婚，最终融为了一个部落联盟。董尚是一个有勇有谋的首领，在他的不断经营下，建州三部逐渐融为一体，而自己则成为了整个建州的主人。为了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，董尚往往带领超规模向明朝朝贡，导致明朝财政压力倍增。天顺年间，明朝下令限制建州的朝贡规模，董尚则带领女真部落侵犯辽东。
明朝和女真的战争就此开始。成化年间，明朝对建州女真进行了报复，导致建州女真衰落了很久。经过2次黎庭扫学，建州商部基本被瓦解。此后的女真逐渐分化为5个部落，分别是苏克素护河部、浑河部、哲城部、完颜部和董二部。到努尔哈赤时期，又将满洲5部统一了。皇太极上台后，就改女真为满洲，这就是满洲的来源。综上所述，建州女真的始祖发源于金代，是金代的2大部落，分别是胡里改部和沃朵里部，是金代的大姓贵族部落。明朝前期册封胡里改部为建州卫，沃朵里部为建州左卫，后来沃朵里部又分出了建州右卫，于是形成了建州3卫。经过黎庭扫学后，建州3卫崩溃，逐渐形成了满洲5部。如此说来，建州女真应该是金代女真贵族后裔。